我是布丁姐姐，今天讲的是小猪佩奇的邀请。这天，小马佩德罗接到小猪佩奇的邀请，去他家吃早餐。佩德罗走在路上，看到旁边有很多美丽的小花，就想着摘一点去送给佩奇吧。于是，小马佩德罗摘了几朵，往佩奇家走去。佩奇和乔治正在桌面上摆放早餐。佩奇看到佩德罗，对佩德罗说：“早上好呀，佩德罗。”佩奇，这是我送给你的小花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这么美丽的花，我不会嫌弃的。我觉得它很漂亮。乔治说：“快过来吃早餐吧。”佩德罗看到桌上丰盛的早餐，说：“哇，这是我见过最丰盛的早餐。”他们吃着吃着，一会儿桌上的早餐都吃完了。这时乔治说：“我要去上学了，你们在家慢慢玩。”乔治走后，佩德罗说：“佩奇，等一下我们玩什么呢？”佩奇想了想，左看看右看看，发现沙发后面有一个滑板车。我们玩滑板车吧。好呀。于是他们站在滑板上，在客厅玩起了转圈圈，转了一圈又一圈。佩德罗和佩奇都高兴极了。这时佩德罗对佩奇说：“天色不早了，我要早点回家，要不然妈妈又要担心了。”佩奇把佩德罗送走之后就回家了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，下期我们再见。Hello， 我是布丁姐姐，今天讲的是超市购物。这天，小猪佩奇和小羊苏西一起准备到超市去购物。两人走在森林的路上，突然，小猪佩奇听见前面有哭声。小猪佩奇和小羊苏西四处寻找哭声。这时，他们看见在一棵大树下，小丑坐在那里，伤心地哭着。小猪佩奇和小羊苏西走了过去，问道：“小丑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哭啊？”“我不小心把滑板车撞坏了，现在没有办法滑了。”小猪佩奇想了想，对小丑说：“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滑板车？或许我能够帮你修理好。”小丑听见小猪佩奇可以修好滑板车，非常高兴，于是就让小猪佩奇检查滑板车。小猪佩奇这里看看，那里瞧瞧，很快就找到故障的地方，然后开始修理滑板车。不一会儿，小猪佩奇就把滑板车修好了。小丑站在滑板车上滑了一圈，滑板车果然修好了。他滑到小猪佩奇面前，对小猪佩奇说了声谢谢，然后划着滑板车回家了。小猪佩奇和小羊苏西也高兴地去超市购物了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，下期我们再见。Hello， 我是布丁姐姐，今天讲的是迷路的小鸭子。这天，狐狸福瑞迪来到小猪佩奇家，给小猪佩奇过生日。两人吃过生日蛋糕后，来到了屋外空地玩。狐狸福瑞迪对小猪佩奇说：“佩奇，我们来玩捉迷藏游戏吧。”“好啊，好啊。”于是，狐狸福瑞迪转身开始数数，小猪佩奇去寻找躲藏的地方。小猪佩奇找到一个草丛，便躲了进去。这边，狐狸福瑞迪数完了数，开始寻找小猪佩奇。狐狸福瑞迪很快找到了小猪佩奇。这时，旁边草丛里传来嘎嘎的叫声。小猪佩奇顺着叫声拨开草丛，看见了一只小鸭子。这只小鸭子可能是迷路了。佩奇，我们把这只小鸭子送回家吧，要不然鸭妈妈会担心的。听了狐狸福瑞迪的话，小猪佩奇好像想到了什么，于是
抱着小鸭子就往池塘走。他们看见池塘里有一群鸭子，鸭妈妈好像在寻找什么。小猪佩奇把手中的小鸭子放进了池塘，鸭妈妈游到小猪佩奇和狐狸弗瑞迪面前，嘎嘎叫了2声，好像在说谢谢。小猪佩奇和狐狸弗瑞迪继续地玩起了捉迷藏游戏了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，下期我们再见。Hello， 我是布丁姐姐，今天讲的是运动会足球掉泥坑。今天幼儿园开运动会，小猪佩奇和乔治从家里拿上足球来到家门口，等着校车。没一会儿，校车就来了。羚羊夫人从车上下来说：“今天我们去森林举行运动会。”佩奇和乔治开心地上了车。到了森林后，佩奇和乔治拿着足球下车了。他们下车后看到小狼温蒂打招呼：“嗨，温蒂，你要跟我和乔治一组吗？我们来踢足球。”“好啊，好啊。”他们找到一块空地，开始踢起足球。佩奇踢给了温蒂，温蒂又踢给乔治。等到了乔治踢的时候，乔治的视线被一只蝴蝶给吸引了，他用力踢球，并没有踢给温蒂，而是滚出去了。足球掉到一个泥坑里。都怪我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他们伸手去捞，可是洞太深了，捞不上。我还是打电话求助公牛先生吧。过了一会儿，公牛先生就开着挖掘机来了，说：“足球在哪儿呀？”佩奇和乔治指了指泥坑，说：“在这儿。”公牛先生开着挖掘机来到泥坑前，把足球给挖了出来，顺便把泥坑给填上了。佩奇和乔治走过去，对公牛先生说：“谢谢公牛先生，你真是帮了我们大忙。”“不客气。”说完，转身开着挖掘机走了。佩奇和乔治还有小狼温蒂接着踢起了足球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Hello， 我是布丁姐姐，今天讲的是清理河边垃圾。今天是周末，小猪佩奇邀请小马佩德罗来家里吃早餐。一大早，小猪佩奇就从冰箱里面拿出食材放进烤箱，把蛋糕放进烤箱后，就听到一阵敲门声。佩奇到门口一看，原来是小马佩德罗，赶紧开门。进来后，佩奇对佩德罗说：“你先坐沙发上，我去给你拿蛋糕。”说着，转身到烤箱里拿出香喷喷的蛋糕，两个人开心地吃起来蛋糕。吃完蛋糕后，两人又来到院子里玩滑板车。玩了一会儿，觉得太无聊了，于是佩德罗提议说：“我们去小河里游泳吧。”“好啊。”说完，他们向小河出发了，穿过森林，来到小河边。他们准备游泳，结果一看小河里到处都是垃圾。这河里这么多垃圾，肯定不能游泳啦。是啊，那我们就把这些垃圾清理了吧。于是他们一边捡来了树枝，把垃圾从河里捞了起来，又把垃圾装到了附近的垃圾桶里。慢慢的，小河已经变得干净清澈了起来。佩奇和佩德罗也累得坐在地上休息了起来。今天还游泳吗？今天太累了，改天再游吧。虽然今天没有游成泳，但是我们清理了河里的垃圾，也算是有意义的一天了。是啊。说完，两人起身开心地回家了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Hello， 我是布丁姐姐，今天讲的是有毒的蘑菇。
小猪佩奇提着篮子和乔治准备到商店去购物。他们来到商店，小猪佩奇挑选了一些苹果放进篮子，然后和乔治一起回家了。他们走在森林里，乔治看见大树下有很多的蘑菇，于是对小猪佩奇说：姐姐，你看这里有这么多的蘑菇，我们摘一些回去吧。小猪佩奇看着这些蘑菇，觉得做成蘑菇汤味道一定很不错，于是姐弟俩就开始摘起了蘑菇。这时突然一道光闪过，小丑先生出现了。小丑先生看见小猪佩奇和乔治正在摘蘑菇，赶紧上前去阻止他们。佩奇、乔治，你们摘这些蘑菇干什么？我们摘一些蘑菇回去做蘑菇汤喝。小丑先生连忙阻止说：你们千万不要摘这些蘑菇。我们为什么不能摘这些蘑菇呢？这些蘑菇有毒，所以不能摘。小猪佩奇和乔治吓得赶紧往后退了退。小丑先生接着说：摘蘑菇不要摘好看的，因为越好看的蘑菇毒性越大。听了小丑先生的话，小猪佩奇和乔治一阵后怕。幸好小丑先生阻止他们摘蘑菇，要不然姐弟俩会犯大错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，下期我们再见。